锁定 F-22，号称猛禽杀手的苏35，为何在乌俄战场毫无存在感，反而被乌军频繁击落？作为苏27家族中的最强者，苏35的性能有了质的提升，特别是航电系统。俄空天军曾声称使用苏35锁定 F-22，矢量喷管技术带来的360度无死角推力，使得苏35的机动性堪称四代机中的楷模，可以轻松完成落叶飘或者眼镜蛇机动这种高难度动作。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表示，苏35的性能不落后于北约任何一款四代机，但就是这样一款战机，在进入乌俄战场后却毫无存在感，这是为什么？苏35的真实性能如何？锁定 F-22到底是真是假？苏35号称猛禽杀手，这个名声也不是没有依据。俄空天军曾表示，在叙利亚战场使用苏35锁定了 F-22。2018年9月，有媒体报道，苏35的 OLS-35 红外光电探测系统锁定了美军一架 F-22，并展示了 OLS-35 拍下的 F-22 影像。照片大概来自苏35的一个多功能显示器，左侧为雷达显示器画面，但太过模糊，无法确定苏35的雷达是否锁定了 F-22。右侧则是 OLS-35 的画面，典型的黑热显示方式，也就是热辐射目标为黑色。虽说 F-22 属于五代机，但它并不能完全隐身。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发动机会产生红外辐射，加上机体表面的温度，使用红外探测系统就可以侦察这种隐身目标。而且这也不是 F-22 第一次被锁定了。在2018年5月的一场军演中，法国的阵风也锁定了 F-22，并且阵风的飞行员还发射了一枚红外导弹，击落了 F-22。至于这次 F-22 为何会被苏35发现并锁定，当前依旧是众说纷纭。或许是一架苏35恰好在附近的军事基地起飞，也有消息称苏35是通过追踪加油机锁定 F-22，仅靠照片很难获得事件的真相。但是就性能而言，苏35的确有能力锁定 F-22。20世纪80年代初，苏霍伊设计局就开始研究苏35多用途战机，打算替换转苏联空军中的苏 27S。就设计角度来看，苏35很难实现多用途，其需要同时配备用于空战的航电与武器，并携带激光或电势制导的弹药来攻击地面目标。此外，还要求采用一种先进的电传操纵系统来实现超机动性。想要实现以上这些目标，苏35首要就要面对重量增加的问题。按照苏霍伊设计局的想法，重量增加那就采用更好的发动机，其中包括改进后的 AL31FM 或者 AL35 发动机，采用复合材料与合金，也是降低重量的一个办法。就结果而言，苏35可以看作苏27的技术优化验证机。早期的苏35一般都是苏27 SM 改装而成，不过由于苏联解体与经济问题的影响，该项目一度陷入停滞，直到2007年才恢复研发，并于2008年首飞了新一代的苏 35S。不过此时的苏 35S 可以看作是在苏30 MKK 基础上优化改进而来，二者的整体气动布局、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就性能而言，苏 35S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换装了更强的 AL41F1S 发动机，推力最高可以达到 14.5 吨，在高海拔状态下的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2.2 马赫，作战半径也提升到了1500公里。最重要的是，发动机具备360度全向矢量推力，使得苏 35S 的机动能力大幅度提升。眼镜蛇机动、落叶飘这种非常规机动动作，那就是有手就擒，可以更好地躲避敌方导弹的追击。此外，苏 35S 采用全数字化的操纵系统，包括飞行姿态控制系统、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导航系统、通信系统、火控系统等。与之前的苏27系列战机相比，苏 35S 的雷达性能有了质的提升，其采用的雷暴翼雷达探测战机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同时对30个目标进行跟踪，并对其中8个发起攻击。在90公里的范围内，雪豹翼可以发现反射面积仅为 0.01 平方米的隐身战机。有意思的是，苏 35S 的机翼上也安装了雷达。除此之外，苏 35S 还配备了红外探索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其可以锁定 F-22。俄罗斯的公开资料显示，苏 35S 的 OLS-35 红外探测系统对战机的迎头探测距离为35公里，尾追探测距离为90公里，可以使苏 35S 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全天候对目标实施攻击。红外探测系统也就是当前的四代机对付隐身目标的主要手段，在叙利亚上空。如果 F-22 和苏 35S 都处于静默飞行的状态，苏 35S 可以利用红外探测系统发现并锁定 F-22。相比之下， F-22 不具备红外搜索系统，稍微有些被动。
如果二者并非静默，苏 35S 会在发现 F2 之前就会遭到导弹袭击。此外，苏 35S 的通讯和信息化系统配备了先进的数据电和无线电通讯设备，可以与其他飞机和地面指挥系统联合作战。这些系统不仅可以传输数据和讯息，还可以进行语音和视频通讯，实现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指挥作战。在没有预警机的情况下，苏 35S 可以做到仅依靠编队进行协同作战。在雷达预警方面，苏 35S 也比苏27系列战机更强。雷达预警也就是识别敌方照射过来的雷达波信号，之后对机组人员发出预警。苏27能够识别的雷达波段有限，只有6种，并且只有在被敌机锁定的时候才能发出警告。而苏 35S 可以识别128种，只要敌方的雷达开机，苏 35S 进入了敌方的雷达的搜索区域，就能够发出提示。不过苏 35S 的雷达虽好，但性能基本已经过时。雪豹翼仅仅是无源相控阵雷达，在4代半5代机横行的时代，战机没个有源相控阵雷达都不好意思出门。在性能方面，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灵活改变步数指向、扫描范围和分辨率等参数，能够有效抵御电子干扰，提高识别、跟踪和抗干扰能力。而无源相控阵雷达在功率、效率、波数控制以及可靠性等方面都不如有源相控阵雷达。通俗来讲，无源相控阵雷达就像对讲机，虽然能通话，但需要依靠中转站来中转信号；而有源相控阵雷达就像每个对讲机都有自己的天线，可以直接互相通话。相比之下呢，苏 35S 上面的无源相控阵雷达就有点落后了。一般情况下，无源相控阵雷达都是作为过渡产品，毕竟要比普通的机械扫描雷达更强。此外，苏 35S 配备的空导弹也稍微有些落后，其最先进的 R77 导弹虽说可以发射后不管，但数据链传输距离只有50公里，其他空导弹的性能更差。至于苏 35S 的机动性的确不错，或许比阵风更强，在4代机中，苏 35S 的机动能力算是首屈一指，只可惜没什么用。因为矢量推力的存在，苏 35S 几乎没有迎角限制，所以可以最大化利用迎角来增加升力。矢量插动也可以提高飞机的滚转能力，苏 35S 的滚转敏捷性也会相对更好一些。同时，由于低速大迎角可控性，苏 35S 的低速缠斗能力相对更强，相对的格斗能力也更强。在近距离狗斗中，如果双方缠入低速缠斗，那么低速大迎角可控性更好飞机就会拥有更大的优势。推重比较低的大黄蜂在低速缠斗中也能对付推重比更高但可用迎角受限的 F16， 而且通过大迎角顺盘机动，也很容易在相遇的前几次转弯中获得发射导弹的机会。只是现代空战狗斗早就过时了，体系、导弹、航电才是重点，机动性只需要及格就行。头盔瞄准镜、越肩发射的格斗弹比机动性更好用。也正是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苏 35S 在乌俄战场没什么存在感。在乌俄战争中，苏 35S 与苏34不同，一般情况下，苏 35S 会部署在前线，负责空中巡逻、制空作战、对地打击和电子战支援等任务。只是由于俄空天军在多个方面存在短板，比如情报系统落后、装备老化、训练水平不足，以及战术和战略上的局限性，导致苏 35S 没什么存在感，还被乌军打掉了好几架。比如战场感知方面，俄军无法有效掌握乌军野战防空的部署地点，这种情报系统的落后，使得俄军在作战中无法夺取制空权，更别说精准打击了。而且俄空天军现役战机中，起码有1/3无法抵达前线，加上情报缺失，很难完全控制乌俄战场。为了躲避乌军的防空系统，苏 35S 可能多次进行超低空飞行，被击落很正常。在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苏 35S 被击落就有可能是毒刺或者是 S300V 系列野战防空系统做的。装备老化也是苏 35S 被击落的重要因素，这点属于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使用老式的无制导航空炸弹执行对地打击任务。此外，俄军在作战中过于依赖传统的机械化大兵团作战理论，缺乏信息化作战的能力。总的来说，在现代战场，苏 35S 的性能只能算是一般，其最值得称赞的机动性在超视距作战的今天作用并不大。其配备的无源相控阵雷达性能也不如当下流行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不过在乌俄战场之上，苏 35S 的性能已经足够了，只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苏 35S 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苏35可以锁定 F22 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